嗨，我芝麻。最近疫情似乎有降温的迹象，可喜可贺，但也别因此松懈喽。今天这则故事一样是云顶高原的鬼故事，这是一则真实故事，再加上一点自己的小改编喽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订阅一下，的话会不知道点加酱欢迎来哦。2012年2月的时候，我随父母跟团去马来西亚旅游。当天的行程是云顶赌场，还要在云顶赌场里的酒店住一晚。那时是我第一次出国，而出国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高级、非常有神秘感的事，所以我只懂得享受，事先都没有做任何关于云顶高原的功课。对了，我对云顶赌场一无所知。当晚全团的人办理入住之后，就纷纷前往赌场了。我那时候还差2个月满21岁，长得又比真实年龄还要小，混入赌场失败，被导游送回房。导游走了之后，差不多晚上9点多，我自己躺了一会就睡着了，睡得也很香。直到凌晨3、4点，我爸妈赌完回来，我爬下床去给他们开门。开完门回来之后，我躺回床上。这张床非常大，我睡在最右边，我妈睡中间，而我爸睡左边。刚躺下，我妈就翻身起来去洗手间。她从我爸爸身上翻过去，然后打开灯，上厕所，关灯回来睡觉。就在我妈躺下的同时，我这边的床角处忽然出现了一个人，有点透明，有点白，也看不到长相。他一步步的朝我走来，我心想：我靠，这不会是鬼吧？我开始疯狂叫我妈，结果没有回应，我就想踢我妈，结果发现怎么都动不了。我才发现我又眼住了。我从小到大都很容易梦魇，梦魇就是睡眠瘫痪症，或俗称鬼压床。在我发现自己眼住后，那个影子又开始朝我走来了，眼看着从脚边已经走到了腰边，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真实。就在我濒临崩溃的时候，我忽然灵机一动，念咒可能会有用。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。一念咒语，那个影子果然停住了，但还是没有走。我开始疯狂挣扎，想从梦魇中醒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妈醒了，问了我一句：“你怎么了？”这种状态的我发不出声音，但我妈似乎知道怎么了。然后我妈又一次翻身去开灯，灯亮的一瞬间，一切都消失了，而我好像一下子就又沉睡了过去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我问我妈这些事，她一脸莫名其妙的看着我。她说我一帮他们开完门就回去躺下了，而她根本没有翻身下床、开灯、关灯、上厕所之类的。至于后来什么看到我被压，然后她去开灯，也是完全没有的事。但那时我只是觉得她在吓我、骗我。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妈跨过我爸身上，慵懒的蹭下床的动作。记得他睡裤的颜色，记得开灯关灯的声音，还有说话的语气。如果那不是他的话，那会是谁呢？不对，他救了我，应该是佛才对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酒店还有个别名，叫云顶猛鬼大酒店。以后出国玩，真的一定要做点功课啊！